小格林挺不安的，他不知道坐这么久的车要去哪儿，但是他闻到了阳光和青草的味道，这味道在梦里出现。让他出去吗？那就让他下去吧。嗷！哎，疼，宝宝，你踩到我。好没眼儿了。他这样就走了，头也不回。咋跟我想的不一样呢？临走踩我一脚。不可能这样就放生了吧？这么大的地方，这下自由了。有狗！一群狗在追他！快点，上车拿东西，快点！格林，他又跑了，格林。过来！上哪儿去找你？好家伙，还以为你不要我了呢。快点，又来了！快点，格林过来！对，是冲过来的。好险哦！还只有个串，下车就遭弄死。看吧，他得不得咬人了哟？他咋跟我想的不一样啊？格林刚领略了草原的自由广阔，马上就领教了草原野狗的厉害。然而，在草原上比野狗更加凶猛的是藏獒。相传，獒和狼是天上的一对战神。獒叫做龙狗，狼叫做天狗，
龙狗忠诚骁勇，天狗智慧善战。战神龙狗因为嗜杀成性，触犯天条而被贬到人间，成了敖。敖选择依附于人类，人给他提供食物，敖为人看护牛羊。战神天狗因为贪婪成性，妄图吞噬日月，也触犯天条，被贬到人间，成了狼。狼选择了自由，他浪迹荒野，猎食为生。人类的牛羊也是狼的食物，于是这对天上的兄弟在凡间却成了宿敌。我们是来寻找诗和远方的，还没跑到远方就被撵了回来，实力不够，只能再苟且一下。这是我的朋友老林的敖场，是我们在草原的第一个暂住地。敖场的铁皮墙分隔了3个敖群，中场的敖群数量最少，只有6只，自成一个小群体。这是他们的头敖，叫做皇帝，其他5只藏獒都听皇帝的话。狼和藏獒是不共戴天的仇敌，而几个月大的格林必须面对30多只凶猛的藏獒。虽然在主人的命令下，藏獒们勉强接受了这只小狼，但是格林没有地位，他常常被藏獒咬翻在地，踩来踩去，受伤是常有的事。每天的蹂躏结束，格林总是精疲力尽，几天时间就瘦了一大圈，很揪心。听话，你不进来，你不进来，你不进来，我出来陪你好了。但每次我安慰完他之后，他还是要回到敖舍，他还是渴望和同类群体生活。生而为狼的格林，为了确立自己的地位，日复一日，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然而，独狼难敌众獒。但是格林变得更加强韧，更加敏捷，更加机智。狼的力量在于团队，在于智慧。当格林没有狼的团队可以加入的时候，他唯一能凭借的就是智慧。
顶着烈日用3天的时间，一双狼爪挖到红肿流血。格林终于挖成了一个1米多深、坐南朝北的洞。洞外烈日暴晒，洞内却阴凉潮湿，不但可以乘凉，还可以防御。洞道狭窄，藏獒钻不进去，在防御的同时，观察着藏獒的作息和饮食规律。在这高原上，空气稀薄，日晒强烈。白天太阳直射的时候，气温可以达到40度，而藏獒黑色的皮毛吸热，烈日炙烤对他们来说如同炼狱。藏獒们每天有一盆水解渴，然而格林每天都会抢先喝够水，然后掀翻水盆。他喝完了，他把弄翻。藏獒追它，它就躲进洞里。那段时间，不管给他们多少水，格林都要把它倒了，就是不让藏獒喝，饲养员也拿他没辙。等到藏獒干渴疲惫时，报仇的时机到了。尽管卫伊一再呵斥，也没能阻挡格林用这种方式捍卫自己的地位。4、5天之后，藏獒连反抗的精力都没有了。那以后，这一群藏獒再不敢欺负小格林，他们知道了，要想安生，就不能得罪这只小狼。你儿子不回来跟你一起睡啦？不回来了，他要跟藏獒一块睡。他们不打他了？不敢了，他们现在好得很，藏獒把他舔得都要包浆了。我去！尽管是末等，格林终于在藏獒群中有了一席之地。人们总是好奇狼和藏獒这对宿敌谁能咬死谁，没想到久而久之，格林和这群藏獒们竟然成了好兄弟。藏獒们每天的主食是2斤生牛肉、1斤狗粮、1个鸡蛋。藏獒进食听命于人，但狼却不遵从狗的规矩。在食物面前，
格林一定要让自己掌握主动权。渐渐的，格林不满足于总是吃狗粮，他仗着身形瘦小，钻进各个敖笼抢肉。有一次，他吃得太胀，肚子被卡住了，竟然先把肉反出到笼外，钻出笼子后再把肉吞回去。每天定额的肉只能作为低保。尽管他抢了很多藏獒的肉吃，但这点肉对狼来说还是不够的。他开始自力更生，打起了活食的主意。鼠兔是草原上常见的兔类，是野狼钟爱的主食之一。由于狼和狐狸等天敌的减少，鼠兔和野鼠渐渐泛滥，对草场危害极大。鼠兔机警敏捷，并且从不远离洞口活动。有时候看见格林在草场上扑来抓去，却一无所获，挺心疼的。格林是个孤儿，没有狼能够教他怎么生存，我只能扛起狼妈妈的责任，教这孩子捕猎。尽管我也是个青铜。你看见那个没？过来，我教你来，来吧。唯一作为狼妈骄子狩猎，不能借助任何人类的工具捕捉，必须想出狼的办法去教格林。多次失败后，他终于有了一套办法。堵住，把这几个洞堵住，好，只留一个出口，就在这儿洞口，带它。格林很快学会了唯一的方法，并且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哎呀，乖，能干！哇，逮到第一只，哎呀，太棒了！虽然是一只小小的鼠兔，但对格林意义重大，这迈出了他野外狩猎的第一步。自从抓到第一只鼠兔，格林上瘾了，每天至少抓回几十只。吃饱喝足，他腆着肚子在獒场晒太阳，把藏獒羡慕的口水滴了他一身。格林，
太讨厌了，倒霉孩子！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不准在我门口晒老鼠干儿，烦死了！快拿走！格林成了捕鼠高手，很快老林獒场的鼠兔和野鼠就被格林抓完了。隔壁獒场听说后，都争相请格林前去灭鼠，但隔壁獒场的藏獒却容不下这只陌生的小狼。再前按点脑壳都扯掉了，好吓人哦！还好没伤到眼睛。已经是非常好了，好感冒。这个洞洞咬穿了，舌头好像流血了哇！你检查舌头咬得很。就这儿压紧，一看流好血。像是咬到有东西，就把嘴巴掰开来看。听话，放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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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话，听话，给我，给我，给我，不要放开，听话，听话，听话。格林太小了，他敌不过成年獒的围攻，眼看脑袋都快保不住了，但是在最后时刻，他就算死，也会咬下敌人一块肉来。这就是狼啊！这是唯一可以亲手触摸到的狼性和烈性。格林的脸颊被咬穿，狼牙折断，颈动脉险些撕裂，他张不开嘴，甚至难以进食。我心痛，只能紧紧抱着他，恨不得把他的痛都吸附到我的身上。格林刚出生就被掏了窝，为了不被囚禁，我们踏上了寻求自由的征程。迫不得已，在獒群中栖身，我带着他东躲西藏，步步小心，却步步凶险。可是对于一匹想要回归荒野的狼而言，还要面临多少的未知？自食其力并承受危险，是追求自由的必然代价。可如果有一天，这代价是他的生命，我还舍得让他走这一步吗？格林被咬伤后，老林的藏獒们每天都争相来安慰这个小兄弟。在藏獒群中，格林虽然处于末等，但也是群体一员。群中的公獒们率先撞破铁皮墙，与咬伤格林的隔壁藏獒群混战起来。
最先冲入敌群的一只公獒受伤最重，被撕掉耳朵，咬断了腿。黑虎的头皮白天伤口化脓，晚上脓血结冰。反复的剧痛折磨使他狂躁不安，拒绝治疗，谁都无法接近他。在大家都束手无策的时候，格林默默地走到了黑虎身边。7天7夜，格林固执地守护着重伤的黑虎，舔伤，陪伴，陪伴，舔伤。我当初带着退无可退的格林来到草原，不得已将狼放入獒群中。渴望群体生活的小狼，靠着自己的智慧坚韧，居然化敌为友，与藏獒成为了生死与共的战友。狼和藏獒本不是天敌，却被人为造就成了宿敌。獒是忠诚护家的卫士，狼是团队观念极强的勇士。或许传说中的天狗和龙狗真的是可以并肩作战的一对战神。对，人们都说狼和藏獒那是不共戴天的，而这个格林呢，进了这个群以后，他开始的时候也是非常害怕的。头一天他见到这些藏獒的时候，他是根本不敢进去，然后呢，他自己缩在一个车子的下面，车子底盘低嘛，藏獒钻不进去，然后呢，他就缩在车子下面，就看这些獒。也许呢，在这个观察当中，他能分辨出哪一个獒是头獒。看气质，皇帝，他就找到了皇帝，他觉得皇帝可能对他来说也是最好说话的，皇帝看他的眼光也许是最友善的。然后他第一个就把皇帝找着，死皮赖脸的亲人家，抱人家，舔人家，跟他撒娇。因为皇帝有一种天生爱幼崽的那种天性在里头，他的性格当中，他就特别喜欢那个幼崽。最后呢，皇帝居然接纳他了，然后其他的藏獒都听皇帝的。那皇帝就下了命令，哇，这个干儿子我认了，你们其他的都不准把他往死里咬哈。但是这些藏獒的理解也许是不准咬他可以，没说不准盘他呀。然后后来我就经常就是看到这个小格林啊，每天就是在獒场里面就狂跑，一圈一圈的狂跑，然后后面就是狗仔队跟着他追哦，一圈一圈的追，不管正追反追什么。哎，我当时也挺奇怪的，这些藏獒它有一个特点，它就喜欢一顺风的都跟在后面追，它不会像狼群那样过围，它不围，它就是狼往哪儿跑，一窝蜂的藏獒全部跟在它后面都这样追，它顺着跑，其他獒就顺着追，再不说反一个方向去堵它。所以我当时在想，这些藏獒是不是有点四肢比较发达，头脑呢可能斗不过格林，当时只是这么一想，但是我没想到后面事态的发展。这个格林虽然小，
但是他确实在智慧上面有他的过傲之处。再后来呢，他们慢慢的可能在体力上格林是斗不过他们，但是他们发现在一些精灵古怪刁钻古怪的这些事儿上面呢，他们又老是斗不过格林，于是呢可能就产生了一种英雄惜英雄啊，或者是什么之类的这种怪怪的一种情愫，慢慢的把这两个生冤家死对头的，慢慢的这种奇怪的情感把他们往一块聚拢，往一块扯，打打闹闹的居然不打不成交了，成了好兄弟。再到后来就是格林到隔壁敖厂去抓鼠兔的那一次，那一次也是非常的危险，可以说我是把格林从敖嘴里面给挖出来的。当我把它给挖出来了以后，我当时想想我都后怕，因为我当时抱着那个藏獒的脑袋，用一个铁笼子的两根铁柱子把那个藏獒的头嘴巴给卡在那个铁柱子上面，我就这样抱着藏獒的头，让它的嘴巴卡在铁柱子中间，而那个格林的头呢就在藏獒的嘴巴里面，我是把它给抠出来的。抠出来了之后，然后我刚刚一抠出来，那个藏獒转头就咬我的手臂，我能够感觉到它的那个鼻子尖，冰凉的鼻子就在我手臂上一擦。我想我再慢一点点的话，可能我的手都保不住了。然后当我浑身哆嗦的把这个小狼给抱出来的时候，我当时都闻到一股臭味儿，就是他也可能吓得大小便失禁了吧，因为他毕竟还很小，他还是个孩子。当我抱出来的时候真的是惊魂未定，不过我觉得能保住性命已经是万幸。然后再到后来呢，这些藏獒他们通过嗅闻，他们能够闻到这个格林身上是谁遗留下来的唾沫，是谁的味道，是谁伤了他们的这个小狼。在他们的概念当中，也许就是我们的弟弟只有我们能欺负。其实我们的影片虽然短只有几分钟就开战了，但实际上他们的骂战我那几天听到那个藏獒的叫声很愤怒，啃咬那些围栏，啃咬那些铁皮丝然后高原上风本来就大，风住犬势，他们把铁皮墙都干脆撕烂撞破了。因为这些藏獒一旦打架，他是打生死仗的，藏獒打架那都是打生死仗的，不咬死了绝不松嘴。那个时候谁来劝那都是杀无赦，更何况我们对于隔壁獒来说，我们还是陌生人，藏獒见到陌生人也是咬，往死里咬。然后当时我们都很害怕，谁先进去谁先去拉獒。当两边的藏獒混战起来的时候，格林也往里面冲，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赶紧把这个格林就拽住尾巴把它给拖回去，就从那边就是老林那边的中间的那个獒场把这个格林给拖回去。拖回去了之后，我拽着它就把它关到那个铁笼子里面，它就在铁笼子里面就开始叫狼嚎那样的叫，也有一点点那个狗的腔调，就是汪哗这样的腔调，但是一只小狗的气场跟这个整个獒场的藏獒的气场那是没法比的，使劲的用它的头去撞笼子。我们知道狼是铜头铁嘴豆腐腰马狗腿，它的头非常非常的硬，但是它用自己最硬的头去撞那个铁栏杆，使劲的这样撞，然后最后格林的额头中间是被撞破了一道竖着的一道伤疤，就在他的鼻梁上方额头中间撞了那么一个伤疤。从此以后那个伤疤的那个地方都不怎么长毛，有时候对着光线照过来的时候，你就能看到它这个地方有一道天眼，挺明显的一道伤疤。这是那场战争给他留下的一个印记吧。后来我们再重新回顾这一段格林在獒场当中所引起的这场最著名的战役当中狂獒血战的时候，当然在做片子的过程当中，我们会想到是可惜没有留下当时的影像。
他们当时那个时候还没有像现在这么先进，随便拿起智能手机就能拍。当我拍下格林卫那个藏獒舔伤的时候，我当时是来不及去转换成视频模式啊或者什么的，我当时就直接就是手机不是，直接就是相机，摁着快门我就不放了。所以他是连拍的很多照片。我当时在拍的时候，我就在想，这种狼为藏獒舔伤的镜头，可能今后我们都不会再看见了。有人终将离开，雪花终将覆盖，遇见的那刻也是分离的开始，日暮会迎来散场，昙花会终将绽放，盛开那刻是消失的开始，遗憾堆积成莫忘。想念会有声音吗？呼喊换来再见吗？分离的那刻也是遇见的开始，日暮会迎来散场，昙花会终将绽放，消失那刻是重生的开始，重返最初的模样。有人终将